每个月工资一发 ，CPF 总会自动扣掉一大笔钱，这是每个在新加坡生活的人都经历过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停下来认真思考过，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是存着吗？还是锁着？尤其是当你碰到账户存满的情况时，会不会不禁问自己，到底超过的部分去哪了？是不是白交了？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普遍，因为很多人直到存款满了才发现，原来 CPF 不仅是看起来复杂，还有一个存款上限的问题。当你的账户达到这个所谓的上限，系统就会做一个调整，多出来的钱不再留在原账户里。那这些钱到底去哪了？是不是直接没了？还是被用作其他用途？今天我们就来一次彻底讲清楚，帮你解开这个长期困扰，让你完全弄明白 CPF 的全流程，知道每一分钱在哪，用什么规则运转，尤其是那些存满之后的钱是怎么被分配的。首先安心点， CPF 里的钱不会凭空消失，你交的每一分钱都还在，只不过它不是像普通银行存款那样任由你自己支配。 CPF 是一个把钱提前分好用途的自动分账系统，按照设计， CPF 中的钱会自动分入不同账户，这些账户分成3种用途，普通账户 OA 用于买房，特别账户 SA 为退休生活做准备，而保健储蓄账户 MA 存的是专门看病用的钱，比如 OA 可以用作房屋贷款首付或直接支付房产费用， SA 是未来养老储蓄，每个月养老资金可以从中提取，而 MA 则专门用来支付住院费用和覆盖医疗保险。这种提前规划的好处是确保人生3件重要事情都得到保障，房子、退休、医疗。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账户存满了呢？每个 CPF 账户都有存款上限，当达到某个数额后，系统就会调整多出来的钱转到其他地方。举个例子， Medisave 有明确的封顶线，叫基本保健存款 Basic Health TSM， 简称 BHS。接下来我们就要细说，为什么 Medisave 不能无限存？这是一个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身体健康几乎没有怎么用过 Medisave 的人，他们会问，如果我的健康状态很好，完全不用去医院，那我的 Medisave 是不是可以无限往里面存钱？答案是不可以。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规定， Medisave 最多只能存到一个固定的封顶线，这个封顶线就是前面提到的 BHS 基本保健存款。 BHS 是系统设定的上限额度，当前是79000新币，这一数字会根据每年医疗成本调整，而到了你65岁，这个金额就固定下来，不再变化。这么设计是为了保证你有足够的钱应付医疗费用，同时防止资金过度锁定在看病上。如果一个人将过多资金放进 Medisave， 却没留钱给其他用途，比如日常生活或者养老，这会影响财务平衡。这个上限的设立是在医疗保障和资金灵活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政府希望你的存款既能应对医疗需求，又能为未来的养老和买房等用途留出空间。虽然这个逻辑解释得通，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我的 Medisave 存满了超过的钱去哪了？是否会直接消失？接着往下看，我们来讲钱一出来后的具体流向。当你的 Medisave 账户存满后，这些钱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地方。根据 CPF 的规则，这一出来的钱系统会自动流向其他账户，具体去哪要看你的年龄。如果你还没到55岁，这笔钱会优先流入你的特别账户 SA。 为什么会流入特别账户呢？原因很简单，系统认为你的医疗保障已经够了，现在需要多存一些养老储蓄。特别账户的钱是专门为你老年退休生活准备的。如果你了解 CPF Life 的话，会知道这是一项让你在65岁后每个月可以领取养老金的计划，而你的特别账户里的钱就是用来支持这一计划的。所以55岁以下时， CPF 帮你做养老优先的调整逻辑。但如果你已经过了55岁，情况会稍微复杂一点。当你退休账户 RA 已经达到规定的基本退休金额，比如2026年的数字是110200新币，那么 Medisave 溢出来的钱有可能流回普通账户 OA。 普通账户就更加灵活了，它不只可以用来买房，还可以用作其他用途，比如偿还贷款，甚至投资。简单来说，55岁以后 CPF 的钱开始变得更好用，溢出来的钱可以进入普通账户，这样你的资金使用场景会更加广泛，从被锁住进入更自由。贯穿 CPF 规则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让每一笔钱花在正确的地方，同时帮你分散风险。政府提前为你规划了房子、退休和生病这些阶段，每一个环节都不至于钱不够用。这个系统看似复杂，但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它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帮你提前踩刹车，避免你在某个重要领域缺乏足够保障。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政策太多限制，但实际上这种制度也有它的好处，它保证了你不会因为存钱过于偏向某一个用途而造成其他方面的资金短缺。这种规划使得在高风险领域，比如退休和医疗，你始终能有一份底气。CPF 的全流程其实是对每个人未来的一种保护，它看起来像是在限制，但也让你的人生更加稳健，不至于因为一时不顾及需求而把自己拖入经济困境。今天我们完整聊了 CPF 的运作逻辑，也讲清了 Medisave 存满了之后钱流向哪里的问题。
这些规则可能在很多人脑海里转过无数次，但现在你终于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次解读让你知道了什么是 BATS， 为什么 MediSave 不能无限存，以及当账户存满时，系统帮你做了怎样的调整。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内容有帮助，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你的一次关注可以帮助我为更多人解答关于新加坡生活的困惑，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刚开始了解 CPF 的人，也许他们会从这份信息中获得更多启发。我是阿明，期待在下个视频和你聊更多新加坡生活的小知识，我们下次见。